如果一个小女孩声称看到了男老师的隐私，你会如何判断这件事是真是假？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han har en tissemand. Ja, det har de fleste mænd, ikke? Jamen, han strider livet i luften som en... 听到这儿，园长立马意识到不对，当即将嫌疑人卢卡斯停职，并为女孩联系了心理医师。男人以为只要调查清楚，误会就能解开，没想到事情的发展竟一发不可收拾。Grete sagde, at du sagde, at den strittede. Det tror jeg. Jeg kan ikke huske det. Så han viste dig sin tissemand. 虽然卡拉说不出具体细节，但两个大人心里已经有了判断。园长报了警，随后向家长会通报了此事。而我们的男主也在一夜之间从人人敬重的教师变成了迫害儿童的罪犯。如果不是儿子打来电话，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丑事已经传遍了整座小镇。于是第二天一早，卢卡斯就怒气冲冲地来到学校，他必须找园长要个说法。事情明明还没查清，凭什么将脏水泼到自己身上？然而双方见面之后，园长却一脸冷漠，根本不愿过多解释。直到被卢卡斯追到后花园，实在避无可避，他索性就摊牌了。 Stop lige der. Hvordan kan du finde sådan noget? Du må være syg. Find på hvad fanden er det, jeg har gjort? Du skal lade mine børn være, hører du det? Du må være syg. Klare en lille uskyldig pige. Er det klar? 卢卡斯万万没想到，指控自己的竟会是卡拉，那是班里他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女孩的父亲还是他最好的兄弟。哪怕自己真的是个变态，又怎么可能对卡拉下手？可不等想明白，身边的胖子竟然恶语相向，让他赶紧滚出去。 Hvad fanden laver du? Vi tror ikke mere at tale om nogensinde. Kom så. Er du vanvittig, eller? Ja, det kan godt være. Kom så. 两人好歹也算是朋友，胖子毫无征兆的翻脸，让卢卡斯有些莫名其妙。可他哪里知道，园长早已在家长会上公布了他的恶行，更不会想到那群他亲手带出来的孩子，竟有一半以上告诉父母，他们也遭到了侵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卢卡斯当即赶到好兄弟西奥家里。然而房门打开，对方的表情却让他心头一沉，那道眼神中夹杂着惊讶、迷茫，甚至还包含一丝敌意。但卢卡斯问心无愧，他对得起这份长达30年的友情。 Nå, tror jeg. Vi bliver nødt til lige at tale om det her. Hvad er det, de siger? Spørger du mig om det? Ja. Det skal du spørge din datter om. Jeg ved ingenting. Jeg får næsten ikke noget at vide. Jeg kender min lille pige, og hun lyver ikke, og det har hun aldrig nogensinde gjort. Så hvorfor skulle hun lyve? Du, det er jeg har ikke rørt din datter. Hvad jeg siger, eller tror du ikke på det? 他本以为信任会战胜猜忌，本以为对方会毫不犹豫地相信自己，没想到友情在亲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在此时，卡拉的母亲突然来到客厅，相较于还算克制的丈夫，女人的恨意根本不加掩饰。无论卢卡斯怎么解释，回应他的只有3个字：给我滚出去。明白再待下去也是徒劳，男人只能悻悻离开。可临走之前，西奥却再也忍不住了。 Hvis du er rask med din datter, så får du en kugle. Lige i panden. Du tror det op, det siger hun jo ikke. 如果你是西奥，究竟会相信知根知底的发小，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呢？我想所有人都会选择后者。如果不是念及曾经的友情，他今天绝不会轻易放卢卡斯离开。但孩子就真的不会在这种事上撒谎吗？学校和家长之所以如此肯定，不过是因为找不到合理的动机。 Han har ikke gjort noget. Det var bare mig, der sagde noget dumt noget. Og nu er alle i børnehaven også begyndt at tale om det. De siger alt muligt. 即便只有6岁，卡拉也能感觉到家里的氛围不对。可当他鼓起勇气说出真相，母亲依然不信。人性的阴暗在这一刻被彻底具象化，一旦偏见产生，理智便不堪一击。谁能想到卡拉会在这种事上说谎？谁又能想到他诬陷卢卡斯的动机，非但不是讨厌，反而是因为喜欢？那天，单纯的卡拉用亲吻表达了自己对卢卡斯的喜爱，结果对方却告诉他，亲嘴只限于父母。女孩不懂，以为卢卡斯讨厌自己，恰好之前又在哥哥的平板上看到过一些不堪的视频，为了报复对方，这才编了一个被侵犯的谎言。怎料这场闹剧竟在几天之内快速发酵，变成一颗足以毁掉卢卡斯的重磅炸弹。自从跟发小决裂，卢卡斯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热忱，他无力改变现状，还要时刻应对各种充满恶意的骚扰。好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除了相依为命的狗子，卢卡斯的儿子马库斯，还有他的干爹大胡子，全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卢卡斯这边。 Fik du talt med politiet i går? Ja. Aha, og hvad sagde de?
De stiller en masse spørgsmål, og så kan jeg forstå på dem, at jeg åbenbart har rørt ved nogle andre børn. Ej, for helvede, det er jo helt sindssygt. Fuldstændig。孩子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或许是被父母的问话方式误导了，但真正让卢卡斯难以接受的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他确实犯了罪，即便案件还没有最终定性，人们却早已在心中进行了审判，而卢卡斯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只有全力配合调查。马库斯同情父亲的遭遇，也相信警方早晚会还父亲一个清白，可他没想到的是，人们对父亲的成见已经到了连逛超市都不允许的程度。Hej Markus. Var det ikke din far med i dag? Nej. Kan du så ikke hilse mig og sige, at han ikke skal handle her mere, og han skal heller ikke bede dig om det? 马库斯没有争辩，而是冷漠地转身离去。然而刚回到家，就迎面撞见了父亲被警察带走的场景。卢卡斯让他联系母亲来接自己，可房门上了锁，根本进不去。而少年的手机又恰好在此刻电量耗尽，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西奥，问他有没有自己家的备用钥匙。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马库斯本打算赶紧离开，但想到被警方带走的父亲，又鬼使神差地提出要跟西奥聊聊。此刻双方的心里都是极为矛盾的。西奥一家痛恨卢卡斯，对对方的孩子则是一半厌恶一半愧疚。马库斯同样憋着一肚子怨气，但为了救出父亲，又不得不放低姿态，恳求对方做点什么。在遭到拒绝之后，他的情绪逐渐失控，随即便将矛头指向了那个刚满6岁的孩子。Hvorfor lå du min far? Det gør jeg ikke. Kom her. Klar, nu går vi op. Kom her. Theo, stop. Du slipper det. Kom, lille skat. Lige slip. Stop det der. Hvorfor lå du min far, dit svin? 虽然替父亲出了一口恶气，但事情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当天夜里，马库斯只能暂住到干爹家里，而大胡子这边则是通过内部渠道打听到一个重磅消息，似乎所有孩子的口供都惊人的一致。他们告诉警方，受害地点是卢卡斯家的地下室，并详细描述了里面的各种细节。然而今天早上，当警方到现场取证时， Så fandt de ud af, Markus. De skal ikke have nogen kælder. 也就是说，卢卡斯根本没犯罪。孩子们所谓的受到侵犯，不知是他们从哪儿听到的随口编织的谎言。得知这个消息，马库斯顿时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紧绷的心弦总算是放松下来。一夜过后，警局果然释放了父亲，他的冤屈也终于得以洗白。可就在卢卡斯以为一切都将回到正轨的时候，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如果石头再偏一点，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他让儿子待在原地，自己则是抄起一根铁棍，缓缓摸了出去。大门外漆黑一片，不见一个人影。院子中央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虽然还没打开，但卢卡斯心里却隐隐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Hvad er det der? 卢卡斯没有回答，而是催促儿子赶紧回去。可越是这样，马库斯就越好奇。他似乎已经猜到了，因为家里的另一个成员大黄从下午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你可能没养过狗，所以根本无法理解失去它的滋味到底有多么痛苦。更何况大黄是被人活活勒死的，马库斯心中的痛自然要远超常人100倍。一瞬间，愤怒便压过了理性，他要报仇，他要杀了那头害死大黄的畜生。可就算找到凶手，又能怎么样呢？ 最终吃亏的很可能还是马库斯。次日清晨，就连上帝都流下了不忍的泪水。卢卡斯望着一动不动的大黄，久久不愿将坟墓填平。他实在想不通，难道人性就是如此阴暗吗？仅仅是怀疑自己犯了罪，他们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任意妄为吗？来到超市，他要了2块猪排，可屠夫不仅不卖，还让他赶紧滚蛋。这一次，卢卡斯态度坚决，丝毫没有退让的打算。屠夫见状便不再废话，直接一拳将男人干翻。更过分的是，当卢卡斯准备为自己讨个公道的时候，几名店员竟对他大打出手，最后像丢垃圾一样把他丢出了超市。 Går vi hjem, tak. Tak for i dag. Nu kommer afsted. Prøv af. Det sidste gang, du kommer her. Du holder dig væk. 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即便警方已经证明了卢卡斯的清白，他依旧得不到公正的对待。恶语重伤他忍了，大黄遇害他还是忍了，可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换来的却只有变本加厉。他只是善良，并不是软弱，如果不断妥协，只会将他推向深渊。卢卡斯便要用最强硬的反击捍卫丢失的尊严。 当他顶着一脸鲜血，蹒跚着走出超市，恰好被卡拉一家撞个正着。这是全片最让我动容的一幕。
如果我们带入到西奥的角色当中，有没有那么一刻会让你感到悔不当初？当晚是平安夜，按照当地习俗，人们会齐聚教堂，举办象征赎罪、和解、回归社群的宗教活动。讽刺的是，卢卡斯明明已经证明了清白，可人们对他的排斥却始终没有改变。落斗之后，他第一次转身看向西奥，眼神坚定，毫不闪躲，因为他的好兄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四目相对，西奥瞬间读懂了那道眼神的含义，一个荒诞的猜想也随之不受控制的从心底冒出。卢卡斯没有得到回应，只能失落的转过头，他努力克制自己，可委屈还是不争气的从眼眶中缓缓溢出。舞台上，儿童唱诗班献唱的曲目名为《圣婴降生伯利恒》，寓意纯真、无罪、神圣，但那群被视作纯真化身的孩子却亲手毁了他的人生。刺耳的歌声，恶意满满的低语，再加上昔日挚友的背叛，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场为卢卡斯量身定做的审判，令他痛不欲生，而那原本就处在崩溃边缘的情绪也在此刻彻底失控。Det kan du godt lide, hold op med en fucking psykopat! Jeg har lov til lige at snakke med Pio. Prøv. Så kig lige ind i mine øjne. Hvad kan det? Kan jeg sige noget? Ingenting. Der er ingenting. Der er ingenting. Du skal lade mig være nu, det skal jeg. Ej, helt altid. Du skal sgu lade mig være nu. Okay? Så går jeg, har sagt. 当天晚上，挚友的控诉始终回荡在西奥脑海中，久久无法消散。卡拉第三次说出了真相。Det var bare mig, der sagde noget dumt noget. Han har ikke gjort noget. 同样的话，他告诉过校长，告诉过心理医生，也告诉过自己的母亲，但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这一次，西奥终于信了。他带着啤酒和食物来到卢卡斯家里，客厅没有开灯，暗示着对方还处于人生的黑暗当中。西奥想表达愧疚，却发现根本张不开口。身份的两极反转让他感到压抑，感到窒息。Smager godt. Du kan bare gå til dig selv, hvis du er det. Nej. Hvis det er sådan, jeg vil bare gerne lige sidde her lidt. Hvis det er ordentligt. 关于之前发生的一切，两人默契地选择了回避。他积极尝试补救，他也不再过分深究，于是和解便在沉默中达成。时光荏苒，转眼就是1年。那场谣言风波就像是从未发生过一般，不再被人提起。这天，马库斯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成人礼，卢卡斯和朋友们也再次聚到一起。他们似乎已经忘了之前的种种不快，但卢卡斯能够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友谊早已支离破碎。仪式结束，他在走廊上遇到了被网格瓷砖困住的卡拉。两人从前经常玩这个游戏，但此时此刻男人却犹豫了，他到底该不该为了避嫌而躲开卡拉呢？思索片刻，卢卡斯做出了遵从本心的选择。既然心中坦荡，那就无所谓避不避嫌。再次抱起卡拉，不仅是他的自我救赎，同样也代表着卢卡斯愿意放下仇怨，重启人生。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豁达，偏见的种子一旦萌芽，就会扎根心底，永世无法拔除。成年后的第一次狩猎需要单独完成，于是卢卡斯和儿子便在林中分别。许久之后，他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野鹿，而危险也在此刻悄然逼近。子弹来自山坡上的一把猎枪，刺目的光照完美掩盖了凶手的身份。他没有继续动手，但这颗子弹带来的威慑却将卢卡斯的安全感击得粉碎。原来怀疑从未消除，偏见依然存在。只要还在小镇，他永远都逃不出这场人性的狩猎。一句未经证实的谎言，究竟蕴含着多么庞大的能量？
卢卡斯从受人尊敬的老师变成了被全镇唾弃的罪犯，他丢了工作，失去了挚友，家人也受到无端牵连。但伤人最深的并不是说谎的那个孩子，而是那群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小镇居民。他们靠着脑补的真相对卢卡斯定罪，向他发起审判。可笑的是，众人笃定的真相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心生怀疑，但群体一旦陷入狂热，盲目跟风的人越来越多，理性在情绪面前就会像薄纸一般脆弱，所以敢于站出来为正义发声的人也只会越来越少。卢卡斯的遭遇就像一场线下的网暴，小镇居民则是满口仁义道德的键盘侠。只要一个引子，人性的恶就会被彻底激发，原本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波。即便事后真相大白，受伤的只会是漩涡中心的那个人，而那群煽风点火的键盘侠却从未付出任何代价。流言总会平息，误会总能解开，但被偏见划破的伤口却永远无法愈合。当盲目跟风取代独立判断，当情绪凌驾于理智之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场狩猎中抬起枪口的猎手，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下一只无辜的猎物。